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马年了，祝大家马年行大运。那么在上一集里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奉天政府的现状，同时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上一集的最后，我们的盟友获得了华东内战的胜利，我们在南方也就有了一个强力的盟友。那么在这一集里面，我们的复国战争究竟能否成功呢？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游戏刚刚开始，我们的盟友就向我们发来了要求。由于他们刚刚赢得内战，百废待兴，如果我们和日本方面愿意提供大量全面的援助，以推进他们的战后重建，帮助他们摆脱内战留下的烂摊子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十分愿意站在我们这边。这个构想确实能帮助他们迅速恢复元气，但恐怕将耗资不菲。此外，我们也说不好日本人是否愿意这样做。我们同意，问问日本那边。尽管我们再三请求奉承日本人，可是日本人还是拒绝帮助我们的盟友。沈阳的国会对于是否继续援助而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认为即使日本不援助重建，我们也应该援助，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既然日本不愿意援助，那么我们也应该取消援助。不论日本是否援助，我们都会帮助他们的。有些时候，最具决定性的战斗是在人民的心目中打赢的。我们从1928年起就与清政府打起了消极的口水战，现在是时候加倍努力发动新的攻势了。民国万岁！尽管我们成功镇压了东北的地方主义运动，但在普通民众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感。为了争取对光复全国而言至关重要的全面支持，我们必须展开无处不在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勿忘在举这句古老的成语源自一段历史，穷途末路的齐国成功守住了最后的城池莒城，并以此作为反攻基地，最后收复全部失地。东北将会成为我们的莒城，我们将从这里开始光复全中国。咱民国政府搬到这奉天也这么多年了，基业坚实，去搞复国也没问题。我们有底气，面对什么困难也不怕。只是为南方国民的命运感到痛惜，维新先烈跟定搞出来的成果，连相给成就腐朽的朝廷得了逞，全部化为乌有了。今儿可玄乎了，人民疾苦，拥军当政，社会也颓败了，主权也丧失了。如此以往，就该国力贫瘠，国本倾覆，使人民惨遭奴役。所以我们在东北圈地自守，既是保卫先烈遗志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作为开辟中国未来的第一批领路人。不老少倒行逆施的清朝政府总扒瞎说我们再怎样深沟建垒，巩固东北也只不过是自掘坟墓。但我要讲，我们勿忘在举。战国时，齐国曾一度仅存这座莒城，却没有放弃，最终完完全全地收复了失地。待时机来临，东北就相当于我们的莒城，要自此去出征，去光复全中国。此事一出，志在必得。中华民国万岁！万岁！虽然我们可以单独打败他们，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有可能会被其他人视作日本的走狗，让溥仪和其他军阀一同反对我们。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已经向全国各地的势力寄去了邀请，这不仅会加强我们的地位，也会向全世界证明我们的合法性。位于沈阳的会议已经进行到了关键时刻，面临着抉择。面对潜在盟友的巨大压力，到底是支持反租界主义，还是试图提出反对？很好，我们接受。他们对于我们支持反租界主义倍感高兴。然而，他们还没有决定好所有的问题，包括是否在未来的复国战争中加入我们。那就等等看吧。第3次直奉战争中，我军惨败。此后，由张学良领导的少帅派应运而生。这支派系主要由年轻军官组成，他们基于前瞻性思维，强调我军需要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这样我们才能为将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同时也能抵制日本对我军的影响。看来我们的盟友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决心和我们正式结盟。他们需要为此考虑的问题不少，所以这项决定可以说是相当大的好消息。我军经历数年改革，但军官队伍仍然长期缺乏现代思维，还有相当一部分军官上了年纪，技能欠佳。各个派系都有自己的晋升人选，但他们都主张提拔年轻有为的军官。我们将听取他们的建议，以解决目前的领导问题。
我们的宣传部门已经对反动的清朝政府发动猛烈的口诛笔伐，他们绝无可能招架得住。大帅本人亲自出面做了多场讲话，痛斥德皇在亚洲的傀儡。我们不禁要问，德国不正的清朝政府在灭亡之前还能做到多么沦亡的地步呢？入关复国，势在必得。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向我们递交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其中展示了日本天皇的亲戚将到访我国。日方尚未告知我们亲王到达的准确时间，有鉴于极端分子四处生根，蠢蠢欲动，为了避免重大事件，采取保密措施确实不无道理。我们需要尽量采取各种措施，力保亲王此次来访圆满且安全。务必抓紧安排准备工作。有关行刺日本亲王的传言四处流传，我们必须加强安保。中国并非一个现代化国家，但在我们最近的现代化努力和临时的粉饰之下，它看起来状况可能还不错，像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东北平原东临渤海湾，西距新安岭，南有燕山群，只留下山海关作为交通要道。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帮助下，将东北建成要塞，绝非难事。在日本亲王到访我军部队时，我们绝不能让队伍中出现不修边幅的士兵，也不能允许队伍中存在危险的激进分子，必须加强军纪。今天，大帅本人亲自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公开演说，号召全东北上下在即将到来的复国战争中不惜全力为胜利而奋斗。民国万岁！先人有云：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正义之师，不屈人下；忠勇之士，戮力同心。南方违逆，倒行逆施，党柴违虐，祸国殃民。吾等将与各方友军协同声势，举武扬威，讨此暴虐之贼。东三省同胞务必为此抖擞一心，同心同德，坚定一致，贯彻始终，以助此非常之功。兹号召全体政府、全军官兵、全国人民秉此精神，绝不松懈，倍加努力，普正义之章，作公理之颂。即日起，需奋发拼搏，共365日夜，备良将劲弩，养信臣尽卒。其1年以后，五色必再扬于京畿，而伪腐化为齑粉，逆党亡于史册。中华民国万岁！万岁！万岁！这和之前一篇类似的演讲稿真的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吗？我不相信，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点了大帅。不过那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的复国战争一定会胜利的。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向我们递交了关于日本亲王近日将抵达我国的通告。我们派出了与亲王地位相符的仪仗队，并迎接他，其盛况堪比国事访问。亲王随后北上，前往沈阳，接受大帅的正式接待。由于任何对日本皇室成员的伤害都将变成一场政治灾难，我们的将领们都对他的人身安全做出了承诺，恭迎亲王殿下。在仅仅4个半小时之后，他便到达了哈尔滨。尽管他在乘火车返回租界之前一直保有国宾身份，不过他在前几天离开哈尔滨这一事实，标志着访问事实上已经结束。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了。他现在已经乘船返回日本，此次出访圆满落幕。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将会对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希望他们感到满意。看来亲王显然对他的东北之旅感到相当的满意，他似乎已经开始在东京拉起一支部队，一支先进坦克师已经抵达了大连，并听从我们的指挥。我们会记住这份大礼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在长久的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之后，发起伟大的复国战争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中华民国万岁！大帅万岁！为了中国，前进！
在我们最大的对手消失后，大多数观察家已经将目光转向我们，认为我们最有可能将中国重新归于一面旗帜之下。外交部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在国内我们的合法性也得到了提升。不过，这种局面也是岌岌可危的，之前的政府更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取得了胜利，但并非高枕无忧。然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胜利便会触手可及。我们将成为中国合法性最高的政府。关于其他势力正试图组成联合阵线以讨伐我国政府的流言不胫而走，张大帅的公众形象也正在急速跌落。看来东京方面对我们的迟疑也已经失去耐心，日本公使直接向老帅施压，要求他签署更深入的条约，包括正式加入大东亚共荣圈。眼下他有2个选择，第一个是立即加入大东亚共荣圈，待我们地位稳固之后再试图讨要租界；第二则更为冒险，要求日方先将租界归还给我们，作为加入大东亚共荣圈的前提。此举虽然能安抚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却有可能引发日本的激烈反弹，毕竟日本始终都希望牢牢控制其大片租界。赌一把，日本人觉得我们比那几个租界更重要。自从张作霖大帅要求日本返还租界以来，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迅速升温，对东北的侵略也即将到来。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遭到不明人士炸毁，东京方面声称此事是由民主同盟中的中国反日分子所策动，他们谴责我国无法保护日本利益，动员关东军以及朝鲜驻军进犯中国领土，此举已经向中国宣战。张大帅则下令应对此等对中国主权的威胁，从日寇手中保卫中国。对于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和战场规模，我们已经不能再抱有幻想，很快它就会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无耻倭寇！
在我们击败日本之后，我们也整合了国内的所有军阀。同时，由于俄罗斯现在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仍然忠于之前的俄罗斯共和国的俄罗斯军队发动了叛乱。不过很明显，他们没有办法对抗红色俄罗斯。为了保证当地的和平与稳定，我军也是将军队开进了这一地区。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但现在可以说东北争夺胜利。历经数十载屡败屡战，我们最终击败了所有对手。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和阻碍，东北儿女凭借聪明才智都成功化解了。这是我们第3次拿下北京，下一步便是决定中华民国的未来。不管是因为政治冷感，还是为了把精力放在军事上面，又或者是知道自己在中国没啥好名声，张作霖大帅都认为他的儿子比自己更适合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只要他这个当爹的在旁边敲打敲打他就行。他儿子年富力强，对改良主义持开放态度，这对铸造了国家的父与子正期待着中国迈向光明的未来。我们终于成功站上了世界舞台，下一步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就留到下一集再说。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啦。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